没想到王爷整日繁忙于公事，竟还记得我们相遇3年的纪念日，特地为我准备惊喜。曾经的美好历历在目。我只盼与楚楚年年岁岁皆有今朝。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无两诱骗了许多宫女，柳儿就是受害很深的一个。石青其实是为她出头，但她和其余宫女却没有勇气站出来为石青脱罪。为告别的离场来到你就像那倔强无伪装孤立着不是绝望算不好泪这个大人，既有冤情，还请内侍省重审此案，还无辜之人清白。安君王，你看这，重审吧。他俩要是被我杀，该多好啊！不要！好了，柳儿，难道你要因为自己的逃避，眼睁睁地看着无两那个人渣拉着石青一起下地狱吗？你等来了更好的结果。你在等他们主动站出来，对吗？对，就像是梦游的人，如果不是他们自己醒来，而是被强行叫醒，那很容易有危险的。如果他们不靠自己的勇气站出来，即便石青替他们赴死，那他们也会一辈子都活在噩梦里。此为大宫女石青案件始末。想不到女子之中，也有这等仗义之辈。朕已下旨赦石青无罪。至于其他人，陛下，臣妾代掌后宫，出了此事是臣妾管教不善，请陛下将人交给我处置，臣妾定严正宫规。就依爱妃所言。谢陛下。王爷，武将说有犯人点名要见我。石青，王妃，你怎么在这儿？无两的案子，石青申请了严格的结案流程，
他特地借这次出宫的机会来看看你，你们慢慢聊。看来你真的没事了。快来坐。那柳儿他们呢？是这样，惠妃娘娘和皇上说要逐他们出宫，实际上是让宫正瞒下这件事，不许宫中议论。准备年后吧，就放他们和一群年纪不小的宫女一起出宫。惠妃娘娘可真是个好人。您也是好人。安郡王妃，这是柳儿他们托我送给您的礼物，不值钱，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好漂亮啊！我很喜欢，谢谢他们。是我们该谢谢您才对，如果不是您的搭救，恐怕我人就没了。柳儿他们也会一辈子活在痛苦中。三法司的职责本就是探明案件的真相，是你们勇敢地团结在了一起，救了自己。寿昌节已过，南诏尚书派使团来京祝寿。高罗谦，使团为何还未入京？还请陛下息怒。为表诚意，我王特派二王子出使贺寿，不知何故途中突然失联。大唐地域辽阔，这沿途上遇上什么乱子，也都是有可能的事吧？高副使可真会恶人先告状。半年来，我大唐百姓在南诏边界处失踪万余，南诏尚未配合调查，高副使却倒打一耙，想把二王子的失踪嫁祸给我大唐。哼，恕在下直言，这大唐百姓到底是失踪还是叛逃，安郡王可查得仔细了。经三法司调查取证得知，南诏派细作以挖金矿高报酬为诱饵，将我大唐百姓诱骗到南诏，从此杳无音信。高副使看过卷子，此时此刻装什么糊涂？好了，都少说两句。南诏使团怎会在大唐失联？黄驴，你给朕说说到底是什么情况？回禀圣上，1个月前，南诏使团从胶州入境我大唐，但使团却故意甩掉了鸿胪寺少卿。不知道南诏此举是何意？哼，依黄大人所说，莫不是有细作故意阻拦二王子入京，以破坏两方邦交吗？殿下，喝杯水吧。这一路上下了6次毒，如今已进入大唐境内，他们总算是有所忌惮了，想来不会再动手了。只怕我那好哥哥会狗急跳墙。长安，他怎么可能让我进？殿试，撤！带二殿下先走。分头走，保护好自己。我们在山口集合。是。别让他进雷子，拦住他！
就说不能让他进林子。都小心点，分头找。高副使，不要随意猜测，在我大唐境内，有安郡王总理所有州府衙门，怎会让二王子遇险？这个二王子如果在大唐出了什么事，我相信安郡王定会全权负责，不辱皇命。那我二王子的安危可就全仰仗安郡王了。萧锦瑜，你亲自调查此事，事涉双方外交，一定要妥善处理。紧急之时，你可以先斩后奏。是。丫头，啊，你这吃的太朴素了，得多吃点好的。知道了。哎哥，你这么晚急着找我，可是出了什么事儿啊？是出事，何事？啊，我生意上的事。我有个合作伙伴在京城开了家药肆，现在准备回家养老，低价出队。我寻思着吧，你想把药肆盘下来？已经盘下来了。太好了，那你就要留在京城了啊！你这药肆在何处啊？远吗？那你打算住在何处？药肆缺不缺人手啊？别急，一个一个问。大哥自然是住府里。真的啊？王爷是不是觉得我添麻烦了？楚楚思乡，你愿意住过来，可解他的思乡之情，我还得感谢你呢。至于旁的，有需要你随时告诉我。旁的就不麻烦了，我自己能办妥。多谢捧场，多谢捧场。药肆开业，我们东家心善，铺子里备下了安郡王推荐的秘制养生药茶，3日内不要钱。一会儿大家注意安全，不要挤啊，人人有份。大家多热情。我是安郡王的大舅哥，说到做到。哦，对了，认识我妹妹楚楚的，买药一律削价让利。好。那认识安郡王呢？认识安郡王，赏凉茶1碗。大家请，来，请，里面请。泉州盐酸菜啊，这可是京城独一味儿，什么时候馋了，随时来吃。好吃吗？嗯。丫头，你多吃点啊，管够。哎，客官，您吃好了。今生有难不与交。客官，您吃好再来啊！今生有难不与交。教化落实展宴前，大人有什么吩咐？三法司走一趟吧。没得事。王爷，幸好你罚我在寿昌节巡街，不然还识破不了这南诏的奸细。请大人，小人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寿昌节期间，你们的小动作太多了。我只是好奇，
高罗谦还在京城，你们南诏使团还未抵京，你在等谁？回家来帮帮你家王爷。你们要干什么？王爷，王爷，王爷，小人只是个百姓啊！回王爷，招了。但是他是南诏刚启动的暗桩，只知道听命于孔雀，其他的现在还一概不知。孔雀，接下来怎么办？先把人看好，不要打草惊蛇。近来长安城内可有外族人频繁异常的活动？除了高罗谦以外，就是些来长安的南诏生意人。盯紧高罗谦和这些南诏商人。是。王爷，找到南诏使团了，手下人寻至京郊，正好遇见南诏使团的车队，说是迷了路，这才耽误了些时日。明日午时就能到京郊。通知礼部，准备迎接南诏使臣。鸿胪寺可以预备设宴了。三法司上下从今日开始，配合京兆府，确保京中安防，万无一失。是。终于来。大人，朝中密信。暗桩启动，孔雀接管谍网，务必全力配合。大王让我全力配合，可是这个孔雀迟迟未露面，让我怎么全力配合嘛？谁能想到，堂堂安郡王平日不苟言笑，唯一的弱点竟然是脚怕痒。王爷，安郡王妃不也怕脚痒？楚楚，对不住你。成亲之后，天天拉着你泡在三法司，都没好好陪你。你最近怎么总是道歉啊？你现在不就是在陪我一起泡脚吗？能查案，能验尸，这样的生活很有意思啊。而且如今宫里对我改观不少，柳儿还说等出宫后要跟我学做仵作呢。是你改变了他们的看法。过几日三法司招新仵作，你更有的忙了。是啊，时间过得可真快。3年前的仵作招考还是王爷给我当的考题呢。夫人当日极为大胆，上来就要脱我的衣服。王爷，今年的新仵作一定也都很优秀，我要跟他们好好的交流交流。好了，先不说公务了，明日迎接使团，用不着你和冷月飞行，你俩随行去玩2天。不过，这次南诏使团来的是什么人啊？南诏的2王子，南诏王的义子。高副使，南诏使团就是以此等面貌入大唐吗？将京兆勿怪，定是路上出了什么岔子。哦，
怎么耽搁了这么长时间？就你们这些人吗？玉罗，二王子呢？有劳各位大人久候，南诏正使由陈安奉王命携国书出使大唐。接奉国书，主使何在？南诏虽地处偏僻，也不至于连这些礼节都不懂吧？玉罗，二王子何在啊？他在南诏我行我素也就罢了，难道还要失礼于大唐吗？诸位大人见谅，实在是一路舟车劳顿，正使身体不适，怕仪容不整失了礼数，这才请我转教。依大唐之礼，还请主使下车。怎么这么久了还没进门啊？互相拉扯呢，两方邦交，不是你压我一头，就是我压你一头，指不定到哪个点就较个劲儿，然后就吵得不可开交。被你说的怎么跟村头打架似的？就是这个意思。哎呀，我跟你说啊，这种扯皮的事儿，你还是交给王爷处理吧，你就别操心了。来，吃个葡萄。够了，玉罗，这般遮遮掩掩，难不是二王子出了什么事儿？高大人，别来无恙。你没事。高大人希望我有什么事儿？不过是路上染了场小风寒，怕传染给诸位大人罢。有劳诸位大人援引，在下急着赶路，所以染了一场风寒，不得已耽误些时日。父王诚心修书，愿与大唐永修和睦。愿大唐陛下万岁无忧。贵使远道而来，身体若不适，那本王便陪贵使先往行宫休息。想必这位就是安郡王吧？久仰。宫宴设在3日后，此后7日为四方使臣与大唐交流之日，正式返京定在下月初7。正使，正使。哦，大人，有什么事情指挥我的侍女即可。在下累了，想先休息。正是远道而来，是该好好休息。多谢安郡王。见过安郡王妃。见过安郡王妃。见过安郡王妃。房间已为您备下，也为您准备了一些吃食。祝正使此行能秉承南诏之夙愿，与大唐修好，为边境谋安宁。多谢王妃，多谢安郡王。
殿下，小心。王爷，右承安有问题。他行动看起来很正常，其实脚步虚浮，整个人都要靠那位侍女借力。说话的时候中气不足，脸色应该有用胭脂水粉遮掩过，一看就不对劲。殿下，殿下，你没事吧？先前我在门口见他，也觉得不对，去看看。谁？正使，我是安郡王妃。不知王妃有何事？我想你们需要帮忙。放心，只有我和王爷，大唐不会让南诏正使出事的。开门。我刚才就觉得您不对劲，您现在脸色不好，需要尽快治疗。我是仵作，可以先为您验伤。仵作？王妃这是把我们殿下当尸体了。虚罗，再说了，殿下的身体岂能容一个陌生女子查看？那就我来指导，由姑娘代劳，可以吗？请姑娘先用热水和烈酒净手。伤口虽然处理得很精巧，但是还有残留的余毒，需要尽快清理伤口。请姑娘先用这个石灰撒在伤口处。幸好还未化脓，不然再拖下去是必死无疑。您为什么不尽早看诊呢？从来时路上，我碰巧遇到一位故人相救，治疗伤口。说起来，他也是一个仵作。要不是他，我也没有力气撑到大唐。见到王爷王妃，已经是我能做的极限了。世才为何要强装无事？你在担心什么？安郡王，真正的危险，从来不在于你我二人这种看似对立的关系，而是在阴暗处，在看不见的地方。我来到大唐，就将我一己之身托付给王妃。王爷，殿下，殿下！来，下一个。这什么？打开看看。好好好，下一个。哎，谢谢王爷。快点，快点。大人，商铺和客栈未发现可疑，街上也没有发现可疑人士。走，走吧。谢谢王爷。去哪儿啊？别动，都别动！说说吧，受何人指使，为何刺杀主使啊？要杀就杀，少在这唧唧歪歪的。跟本少卿玩视死如归这一套是吧？陈明，原名安达，南诏人。半年前偷偷将妻儿安置在京郊私宅，你倒是挺会找地方。京郊确实很难找，但是你遇到了本官，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继续闭嘴，我送你的妻儿和你一起上路；第二，如实交代，我禀报王爷，给你们全家大唐人的身份，让你们定居大唐。如何了？王爷，余毒已经逼出来了，但人还没有醒，他伤得太重了，
需要好好休养一段时日。有劳大夫了，今日之事，请务必保密。是，王爷。多谢王爷王妃救命之恩。现在可以说了吧？来京途中遇到了什么危险？这一路上，我们屡遭刺杀，二王子险些丧命。好在二王子从小在林场长大，利用树林的掩护逃过追捕，又幸得一位故人相救。而后我们乔装打扮，和护卫分开前进。可一路上仍然是险象环生，就这样一路坎坷地来到了长安。可知道幕后之人是谁？只怕我那好哥哥会狗急跳墙。长安，他怎么可能让我进？请。哎，来，慢上。请。王爷，我觉得这个南诏有点奇怪啊。高大人对二王子的生死好像并不关心，还有那个二王子对自己人的防备心比对我们都重。何时能看出朝政了？本月说我这叫耳濡目染，青出于蓝。南诏王庭内部是不太平。这个高罗谦是南诏大王子妃的亲哥哥，兄美情深，是铁打的大王子党。不过有些事情，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一来这是南诏内政，二来权力斗争必将祸及南诏，于大唐而言是百利而无一害。反正我就只管治好二王子，不让他的性命波及大唐就好了。王妃聪慧。哦。胆子不小啊，敢在我眼皮子底下刺杀南诏正室。吞了毒药，死了。王爷，三法司里那个人醒了。二王子，安郡王何在？王爷尚未回来，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把你秘密安置在三法司，在下景逸。哦，景少卿。二王子认识我？出事前，稍微熟悉了一下4品以上的官员姓名。身体恢复得如何？好些了。带你去转转。哎。
这里是仵作房。哦，这就是安郡王妃办公的地方，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王爷，二王子对我大唐很是用心啊。自幼在夹缝中生存，久居王庭屋檐下，低头这节惯了。哎，二王子言重了。正式来朝，我们大唐理当是以礼相待。多谢安郡王，安郡王妃昨日的救命恩情。您体内的余毒还没清，伤口都还没愈合，要多休息，少操心。一路对你穷追不舍，一心想置你于死地的，你可知道幕后之人是谁？若是大唐的贼寇，本王一定全力追查真凶，给你一个交代，免得大唐与南诏生了嫌隙。南诏想杀我的人，也不是一两个。对不住了，二弟。想到你小时候就养在猎场，不小心把你和那些畜生搞混了。大哥日夜为父王分忧，偶尔眼花也正常。抵不过二弟深受父王器重，代表南诏出使寿昌节这样的好事，也能落你头上。大哥误会了，此行出使大唐，路途艰辛，路上恐有危险。父王这是爱重大哥，才不会让你去过离都的。走，看看本王子猎到了什么畜生，说不定啊，和二弟还是旧相识呢。我10岁那年，被我父王收为义子带入宫中，从此就成了各方势力的眼中钉。不过也正常，原本各方势力均衡的朝堂，凭空多出我这个变数，当然是要除之而后快。依你所言，南诏王是投石问路，可能我就是那块石头吧。谁知道呢？这几年南诏的日子越来越安稳，但是朝中却越来越乱，错综复杂的关系，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王位。我那些叔叔伯伯们，谁都想掺一脚。不过好在我来到了长安，他们也不敢轻易动手。还是要感谢二王子直言不讳，讲了那么多南诏的情形。不过就算我不说，这些日后也会被三把四查出来吧。我坦白是为了感谢二位的救命之恩，在下还有宫宴要准备，先告辞。景逸，陪一下。请吧，二王子。多谢二位。如香烟气，爱是故乡的关系。让我延续一点脚印，自我出了去。等到你遇见自己，为我唱了一天起，与你的记忆连理，就这么相依。让情绪换成了轨迹，我留下个自己。对不起。你在心脏有恐惧，的touch，你的
天。